某种程度、某种意义叫做究竟，就是叫圆满。那本来讲圆满的时候，就好像圆满了，其实呢，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不对？那我们可以不断的在成长。包括佛陀呢，他圆满觉悟了，可是他在教学的时候呢，这个就学的相对就是教他在教化的过程里面呢，他也在不断的有进步的，因为他懂得更多的技巧，然后懂得接触到更多的众生，他就应用更多的这个善巧，更多契机的方法来教学，所以才会留下那么多的经典佛教的经典之多比起现在一般这个最普遍全世界最大的那些宗教，他们的经典佛教的经典多，他们最普通的啦，最少分量比较少的，就我们巴利语系的这个藏经是他们的25倍。那么汉传的大藏经是不用讲了，还更多倍了就表示说佛本身在教学的过程里面呢，他是不断的在学习所以他教的东西他不会停止的，一直在学。那佛陀呢，他有时候他自己说法，有时候让弟子说法有时候呢，佛陀的生活其实跟我们很相似的早上2点起床，他4点就对不起，他10点是他休息的时间，叫做中夜分印度的10呢是4个小时，我们现在4个小时，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中夜分佛陀休息10点到2点，2点过后他起来就散步打坐静心，有时候稍微天色比较亮了，打扫那个园林，然后时间到了，见到光了，他们就出去托钵，出日分，然后中日分中日分之前他们就吃饭，吃了饭以后佛陀就会说法然后到后日分有时候他就休息然后初夜分有时候又说法，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经典里面有讲什么点灯什么，那一定是晚上嘛才点灯点灯的故事。因为那佛陀呢，有时候他中午呢吃饱了说法，有时候他也会去休息有一次听说他在休息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些弟子来问阿难尊者那问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就说法。那阿难尊者是佛陀的侍者嘛，所以他说法的时候可能就在佛陀的休息的地方不远嘛。佛陀听到阿难尊者讲精进他就坐起来精进用功所以佛陀常常这样子表率，就这个学习。所以这个观念呢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在10大愿行里面就讲我们说什么常随佛学。那么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只有我们呢学习这个教主。我们的教主就是佛，我们是学佛，很特殊的所有的宗教都是信，你只是信就好你根本没有机会学，甚至根本没有机会和他一样，因为他们所信的是高高在上的，是一种超能力的可是呢，佛陀难道不超吗？超佛陀不管哪一方面，智慧、慈悲跟这个心愿、精进都是超过我们的。但是佛陀告诉我们说，我们完全可以像他一样。所以呢，我们学佛，其实呢，是我们整个生命都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那么我们信仰佛教了以后呢，我们学佛，佛是圆满觉悟的这个
我们说他圣人也好，说他是人也好，我们就是跟他学。中国文字有时候我们又觉得很有意思，佛怎么写呢？佛旁边是一个人，他的部首是人，那另外一边呢是佛，佛是什么意思？不是人的人，叫做佛，很有意思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佛教里面这个不或者非或这个无其实都是超越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人习惯了有，习惯了是，习惯了这个所谓的有是或者是当然这样的一种观念，那佛呢把它全部跟它否定掉。无常，我们习惯是常，习惯是我，都是我们的惯性。佛说无常无我你说我喜欢有空，然后跟你讲无你说是不全部都是这样，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呢，通过我们人的一种观念，我们的人很容易被我们现有的这个现象把我们的心拉住，然后呢就让我们习以为常。所以我们的很多都是习惯，习气，重复，就轮回。所以有人就说你们打坐你们得到什么东西那打坐的人说，我们打坐什么都没有得到。那没有什么都没有得到，你还要打坐？我们打坐了以后呢，我们减轻了烦恼，我们减轻了妄念，我们减轻了什么？我们都无，你们都是要，有所以你们生活才会这么苦闷所以为什么现代的小学生都要辅导？他们追逐的东西太多了，天天看手机还得了？你知道手机里面的资料或者是我们这个网络上的资料非常非常的复杂繁琐，而且呢，老实说，很多很负面、很不好的讯息都会在手机找得到，然后都会在这个网络上找得到。然后有时候网络上找到的同时，你发现它会很多的覆盖、掩饰，明明是不好的，用一个假的东西掩饰它。所以我们现在呢，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空间里面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所以更应该学佛了，要学会怎么样空掉、无掉、不掉他们这些东西。那么可能你就发现到不一样了那时候你就发现到，果然最高的智慧是在古代，我们是在退化我们现在的知识越来越多了，可是知识里面不一定有智慧。我们的学问越来越广，越来越深了，可是学问不一定就是智慧。我们越来越聪明了考试呢，这个 A 越来越多了，又怎么样？好像我们的智慧都没有增长。那么要智慧增长的话呢，通过这些世间的这种管道不行的如果我们要智慧增长的话呢，其实就是要通过宗教的这种信仰。但是现在的宗教呢，也蛮危险的，因为被现代的文明有些也是污染了。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学佛呢？不止我们要学习好像说听开示然后看一些现代的佛书，我们也需要看回这个原来的这个经典。你看我们的祖师大德翻译了以后呢，尽量想办法把它流传下来。那我们有一个法师，现在他做这个我们所谓数码化就是要把经典呢用这个现代的科技的方法，把它原装的保存下来。我们以后要找资料的时候呢，看到就是原貌的，这个原貌就古人的智慧来的，他们用这个文字留下来，然后我们呢就通过这个文字去学习。我们学的是要回到他们那个年代的一种
智慧，然后来成长，让我们自己成长。因为现在的东西呢，现在的知识呢太复杂，然后呢也太广泛，然后负面的含量太多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佛的这个智慧作为我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包括我们的生命的成长跟学习的一个所依那真的我们很难想象说我们人类的智慧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聪明，我们发明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有些非常聪明的有很多自己的东西开创，因为他们吸收的资料太多了，所以他们只要比较聪明一点的，这个脑筋动得快一点，很快就能够消化它，然后很快就有新的东西跑出来。所以你看，像我们是分支越来越繁琐，可是实际上最先进的这个科学呢，物理学，他们是要从这个里面慢慢的收回来，收到最源头的。所以呢，印顺导师在《佛法概论》告诉我们，佛法呢，他是讲我们要最基本了解佛法3个原则。第一个是果从因生，所有显现出来的现象一定是从因而生所有的果报显现出来，它一定有因而生这个原则一定要知道。然后这个所有的现象显现出来，它一定有理而成，世代理成然后不管是事理，不管是因果都是有一定是依空而立最本质的一定是空，你一定要回到这个空，或者是你的学习呢，慢慢的去通过学习觉悟到这个空你的智慧，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空的智慧。我说我们的心灵不断的这个学习，然后呢，我们开始是追逐更多的这个空间，心灵的空间，然后这个也要，那个也要，最后慢慢发现它不是这样。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就越来越繁杂，然后越来越多问题。可能我们学问也好，越聪明，但是我们的心不能解脱最后慢慢发现到说，我们要把这个空间的量慢慢的减少，最后呢，发现我们心的本质是在0度的空间那你悟到了以后，你发现所有的那些学问莫不涵盖在这个里面。但是涵盖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只是不断的追逐这些很多的这个空间的时候呢，你就迷失了方向。你看，我们都是迷失在最繁琐的这些学问，迷失在我们的聪明里面。但是你一旦有智慧了以后，你明白了这个空，发现到一切法的这个本质，它的本性，包括我们心灵的本质本性，原来是0度的，原来是空的。那么所有的这些呢，它就脱落了。然后你再去学习它的时候呢，全部都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就不会迷失在这个空间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学习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随佛而学呢？因为佛是已经觉悟到真理的，觉悟到这个空的他是有人修行而成，可是他的成就呢，又非凡非人的成就，所以我们就跟他学。那么也是我们佛教信仰的一个特色，真的是这个是特色来的。所以当我们在信仰佛教的时候呢，慢慢的我们明白了，然后慢慢的我们有了这个知识了以后，我们就发现了说，我们真的是不断的在学习的过程那可能我们跟老师学，可能我们跟法师学，可能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学这种观念在东方
很有意思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不是说三个人走在一起就是我的老师，因为中国的文字里面三个人是什么呢？就众人都是我的老师，就群众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都是我们的老师，只要他有什么优点，都是我们可以向他学习的。所以我们身边的人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跟我们学习的对象，就好像所有的人都是我的老师啊，那么你们都是我的老师，我当然不好意思跟你们吵架了。有什么讲不过去的，是讲一讲就过了。那么这个观念很重要，所以我们东方的文化，尤其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尊师重道，我们对老师呢都有一种高度的这个尊重啊。那么这个呢跟孔子的这个观念呢也很有关系，因为当时孔子呢他提出了一个教学的原则，叫做有教无类啊，就是不分那个你的这个程度、你的出身，或者是你的这个贫富什么之类的，那你只要想学，你来跟我学都可以。那么当然，老师也是人哦，他也是要吃饭哦，对不对那总不能说老师坐在那边教学，学生全部来了教，结果你们也带了食物来学，你们回家了，老师饿荒在那边了所以老师奉献他的力量，奉献他的一生，奉献他的这个全部来教学，所以我们就有责任来帮助他们就是有一种回馈，让他们能够不用去劳作，那么他们也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相互依存的这个情况。所以当时呢，孔子呢，他最低的学费就是好像是什么10条什么类似什么腊肉肉干这样就可以，那个在当时来讲很小，数量很小的当然有钱人可以多给一些。那么中国历代的老师很多都是这样的，然后最好玩的是中国的老师很多都不是考得最好的因为考得最好的都去做官了，所以只有状元的学生，没有状元的老师。考到状元了，你都不当老师了，所以家贫无奈当老师有段时间。当然这个是某种程度上是反映这个社会的现象，但实际上呢，很多这些做老师的呢，有些甚至是已经有成就了，当官了，后来呢退隐了，那回到乡下，然后自己就来教。那现在我们发现了说，中国的整体里面呢，他们还有很多，因为中国太大了这个国家太大，所以有很多很偏僻的地方。那偏僻的地方有时候呢，跟这个外面的世界或者城市的这个文明呢隔离，所以呢，经常就要有人发心进去，然后建学校，然后去教书。而且在中国文化的观念里面，只要读书，你就会有出路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你有出路的意思了你只要读书就有能力，就有可能改变你的整体。所以这个学习的这个观念非常的